军区大院人人羡慕我，一个傻子却能做营长霍几年的妻子。可他们不知，8岁那年，我曾为霍几年受过伤，那次要了我半条命，也让我的智力永远停留在那年。霍几年自知对我有愧，便允诺娶我，一辈子对我好。后来他也确实做到了，在别人家妻子端庄贤淑、优雅得体时，霍几年不嫌我丢人，也不嫌我温吞笨拙，甚至洪水来临，他还主动把生的机会让给我。直至茉莉的出现，让霍几年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就连我们共同领养的孩子也说，如果茉莉阿姨是我妈妈就好了，我才不要一个傻子当我妈妈。来不及难过，我被赶回老家，死在年久失修的老屋。在睁眼意外回到霍几年兑现诺言这天，但这一次我不要他的愧疚，也不想嫁给他了。好看的精品小说这么多，但心醉言情绝对不容错过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热推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精彩故事立刻开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明明应该已经死了的，死在破旧漏风的老屋，在睁眼却看到一身军装、俊美挺拔的霍几年。他温柔地问：儿，让几年哥哥一直照顾你好不好？我垂下眼，知道这是要一辈子生活在一起的意思，因为上次我答应了，没多久就披上大红喜服。老实说，能嫁给几年哥哥，我兴奋都来不及。这是我从8岁之后每一年的生日愿望。可我脑子晕乎乎的，只觉自己做过一场相同的梦，梦里几年哥哥也这么说，然后他娶了我。但我们结婚不久，几年哥哥就后悔了。最后一次，我哭着抓住他的手，求他别不要我时，被冷漠甩开。他语气很累很疲惫：周木耳，你放过我吧，你幼年为我挡伤，我欠你的，可我也尽心尽力照顾你这么多年，够嗨了吧？你就行行好，跟我离婚，成全我和茉莉吧。茉莉是我见过最漂亮的一位姐姐，记忆里几年哥哥经常和她出双入对，听大院里其他婶子们说，茉莉姐姐很厉害，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留洋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，我一辈子也比不上的那种。他们还说，几年哥哥跟她才是天生一对，而不是配我这种汉字都认不全的傻子。我扁扁嘴，有些委屈。其实我也不是天生吃傻的，我自幼跟几年哥哥一起长大，一起上学，也曾有人夸过我聪颖。只是8岁那年，我替他喝下了一碗有毒的红豆羹，在醒来时，床边围了一堆人，有个白胡子爷爷摇着头叹息，治不好啦，智力受损，这辈子痴傻一生。我那时还不懂痴傻一生的含义，但我记得几年哥哥一直紧紧抱着我哭，流了许许多多的眼泪。最后小小的他承诺，儿，是我对不起你，等你长大，我们就结婚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。我也不懂结婚的含义。几年哥哥说，婚姻就是可以让2个人一辈子在一起。我眼睛立马就亮了，笑得合不拢嘴。那很好啊，我最喜欢几年哥哥了，我希望我们一直在一起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这一天后，大院里的孩子都不跟我玩了，他们绕着我走，也时常在离我很远的地方聚成一堆，偷偷的笑。我跑去问几年哥哥原因，他很耐心地安慰我，没事的，我们尔只是生病了，病好后朋友们都会回来的。再说你不是有几年哥哥吗？几年哥哥陪你玩啊，我一直陪着尔。后来他说到做到，对我无微不至。19岁那年，霍几年信守诺言娶了我，但不久他遇到茉莉姐姐，他后悔了。我第一次从几年哥哥嘴里听到此生挚爱这个词，就是他用来形容茉莉姐姐的。几年哥哥提离婚那天，我没想纠缠，只想说别把我一个人送回老家，太孤单了。可我一急，话都说不完整，眼泪止不住的掉。这时小霍杜走过来，他是几年哥哥战友的孩子，战友执行任务牺牲后，我们收养了他。我知道这小家伙一直嫌弃我丢人，这次霍几年提离婚，他冲过来推开我，恶狠狠地说，你这个累赘拖油瓶，你还要害爸爸到什么时候？快滚，滚出我们家！茉莉阿姨马上就来，她才是我妈，我不要你这个傻子当我妈。霍几年也厌恶我掉眼泪的样子。最后我被送回老家，死在了破屋里。我冷汗直冒，这梦太真实，让我心里发寒。我不想死，于是推开霍几年，赶忙摆手，还是不要了。几年哥哥，
他脸上第一次露出疑惑神情，还莫等他问，两个穿军装的人进来敬礼，说有新任务。霍几年匆匆和我告别，临走嘱咐我照顾好自己。我望着他背影，记得没错的话，他就是在这次救援行动中遇到了茉莉。万万没想到，我和茉莉这么快又见面了。1周后，他拎着礼品上门，说是感谢霍几年救了他。桌上摆满精致糕点，隔壁邻居阿姨好心提醒我，尔啊，你长点心，你还没嫁进霍家呢，不知多少人盯着你家霍营长。他说话时，眼睛一直盯着茉莉，见我莫反应，阿姨摸摸我的头，叹口气，小傻子，接着又扭头小声朝茉莉啐一口，骂道：狐狸精！听邻居阿姨说，霍几年救了茉莉后，他3番5次以感谢为名单独请霍几年吃饭，俩人在国营饭店被撞见好几回。阿姨知道我对霍几年有恩，也知道我们有婚约，所以处处帮我防着茉莉。可我摇头，有了那次梦境，我更确定不能因有恩就绑住霍几年，他的人生该自己选择。我也想自由，不想再待在霍家，毕竟除了霍几年，没人给我好脸色。和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茉莉很受欢迎，霍几年的奶奶喜欢她到什么程度呢？一个劲儿拉着茉莉的手往霍几年身边推，说家里就缺她这样的孙媳妇。他们第一次见面，霍奶奶就把祖传的翡翠玉镯给了茉莉。我记得霍几年提过，那是奶奶准备给未来孙媳妇的。霍几年刚好下楼听到，皱起眉头，有些不悦地制止奶奶：奶奶，别乱说，我要取儿弟。嘴上虽这么说，霍几年和茉莉却愈发难解难分。巧的是，组织派给霍几年的新任务正是保护这位高级知识分子，于是他俩越发亲密。大院里的人莫少笑话我，天天在我面前打趣：周木耳，你男人和茉莉去看电影啦？小傻子，霍营长今天带人去供销社咯，霍营长悬瞧得上你吗？我们都看到他给茉莉小姐买连衣裙，给你买墨。每次他们一说，我就跑到门口老槐树下坐着，倒也谈不上伤心。我可以不嫁霍几年，但能不能别抛弃我？我不想一个人，我需要个家人。霍几年对我很好，我只有他了，做不成夫妻，做他妹妹行不？我拿起树枝在地上画圈圈，答案是不行。离中秋还有半个月，霍奶奶带我和霍杜去百货大楼，想买些好吃好玩的。在那儿，我们撞见了霍几年和茉莉，当时他正深情地帮茉莉系丝巾，从背后看，俩人般配极了。小霍杜立马挤到我身边，得意洋洋炫耀，看到莫，这种人才配得上我爸。识相的话，你赶紧主动离开。拖油瓶，霍杜老爱叫我拖油瓶。我咬着唇，刚想捏他脸告诉他我也不好惹，一抬眼对上霍几年的目光，他看到我，慌张得很，立刻拉开和茉莉的距离，急忙解释，那个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和茉莉是单纯的。莫等他说完，我就点头。我真没怪他，从那个梦里我就清楚，遇上茉莉后的霍几年早就不再只属于我了，只是没想到茉莉把他夺取得如此彻底。当晚我发起高烧，许是白天穿的单薄，以往发烧，霍几年都会给我熬姜汤，还会在旁陪我讲故事哄我。可这次茉莉一个电话打来，我听到她带着哭腔：几年，我脚崴了，疼得厉害，你能送我去医院吗？霍几年连犹豫都没有，转身就走。出门前，我最后挣扎着求他：几年哥哥，别走好不好？我也难受。霍几年拿着车钥匙，头都没回，敷衍道：乖，我先送茉莉去医院，她情况急，回来给你带爱吃的糖炒栗子。霍几年走后，家里安静的可怕，一丝声响都没有。我默默翻身，眼泪忍不住流下来，为自己又一次失去家人而难过。没错，霍几年，我的几年哥哥，不再是我的家人了。我虽不聪明，可妈妈在世时就说过，家人不会在我需要的时候抛下我。霍几年那句他比较着急，说白了就是茉莉比我重要。我在床上蜷缩成一团，等啊等，一直到后半夜，霍几年都没回来，我烧得晕晕乎乎，口干舌燥，只能自己下床烧水。大概我真的笨，下床烧水都能被绊倒，头狠狠撞到柜子上，疼得我眼冒金星。这时候我才懂，为什么梦里霍几年会嫌弃我。就像霍杜说的，我就是个累赘，什么都干不好。我强忍着哭声，真的好疼，额头钻心的疼。我学着小时候妈妈哄我的样子，小声念叨：
尔不哭，尔乖，尔最勇敢，尔很坚强。可念着念着，眼泪还是止不住。妈妈，尔好想你，想你们，只有你和爸爸不嫌我笨。我蹲在地上低声抽泣。那晚，月亮和星星都被乌云遮住了。我从衣柜翻出妈妈给我做的连衣裙，枕着它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我连着烧了好久，反反复复，直到中秋那天才见好转。这期间，霍几年一直陪着茉莉，他倒也没完全忘了我在发烧，可每次刚有点要来看我的意思，就被茉莉适时叫走。我都习惯了，梦里这种场景出现过无数次。霍几年或许是因为我生病，他没陪在身边而愧疚，主动给我买了好多我爱吃的糕点和奶糖。我特别爱吃甜，爸爸妈妈走后，奶糖是唯一能甜到我心底的东西。沙发上，霍度瞧见，不屑地翻个白眼，你幼不幼稚啊？我早不吃这些了。我抿着嘴，攥紧皱巴巴的糖纸，没说话。霍度当然不用吃，没了亲生父母，还有霍几年这个养父和霍奶奶疼他。我不一样，我只能靠吃糖，这是我仅能抓住的甜。傍晚，中秋家宴，霍几年终于回来了，还带着茉莉。他解释说，茉莉刚回国第1年，家人都在国外，这边没什么朋友，就把她带回家了。茉莉笑意盈盈地走上前，递给我一个礼盒。听说你爱吃糖，这是我给你带的中秋礼物。他冲我眨眨眼，专门托国外朋友带的，你可一定得收下。我不想拿，可看了眼霍几年的脸色，还是接了过来。打开一看，是桂花味的奶糖，我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霍几年不可能不知道我桂花过敏，我确定自己讨厌茉莉，尤其讨厌她逼我吃不爱吃的东西。大厅里只剩我俩，他一个劲儿劝我尝尝。尝一口吗？你不是最爱吃糖吗？我不想理他，往旁边坐远了些，他却追过来。好不容易托人带的，你怎么这么不给面子？说着，茉莉强硬的想喂我，我伸手挥开她的手，推搡间，手边的玻璃杯掉在地上，摔得4分5裂。那是我亲手做的，和霍几年的情侣杯，现在碎了，就像梦里我和霍几年不圆满的结局。茉莉伸手去捡，手指被划破一道长长的口子，疼得她眼眶泛红。霍几年刚好出来，茉莉委屈地站在碎杯子旁，指着我告状：几年，我就想让尝尝我带的奶糖，他怎么都不肯吃，你家的人就这么不欢迎我吗？霍几年还没开口，霍度赶忙凑上去：茉莉阿姨，不怪你，是周莫尔性格古怪，我们都不喜欢他，他就是个傻子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您的伤没事吧？霍几年见茉莉受伤，难得沉下脸。道歉，我不明白，我只是不想吃会让自己生病的奶糖，凭什么要道歉？我不肯道歉，而不道歉的后果就是要吃掉那些桂花奶糖。霍几年说，吃掉才不算糟蹋茉莉的心意。我愣愣地站在原地，喉结动了动，想问魏石魔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不是说会一辈子对我好吗？不是说我最重要吗？霍几年态度坚决，要么道歉，要么吃糖。霍度也站在茉莉那边，父子俩都护着这个相识不过几个月的新人。我垂着头，感觉又累又倦。霍家，我怕是待不下去了。这个生活了10多年的地方，好像突然变得陌生。霍家有霍奶奶、霍度和霍几年，可除了霍几年，没人理我。以前这儿能算家，是因为有几年哥哥护着我，要是连他都不护我了，这儿就不再是我的家。我绝对不会跟茉莉道歉。于是安安静静拿起一块奶糖，在霍几年震怒的目光中放进嘴里。糖明明是甜的，可我心里却苦得要命。我吞下去，轻声说：几年哥哥，我们两清了。很快，我呼吸变得困难，耳后泛起密密麻麻的红疙瘩。晕倒的那一刻，霍几年终于变了脸色，发疯似的朝我奔来。被送去医院的路上，我迷迷糊糊又做了好多梦。这次梦到我们年少时，霍几年爬上高高的橘子树，给我摘又大又甜的橘子，手划破了都不在意，还挠挠头笑着说没事，妹妹开心就好。画面一转，到他升职那天，国营饭店包间里，好多人来喝他的升官酒，都带着家眷。霍几年也带上了我，结果不少人背地里笑话他，军区大院最年轻有为的高级军官，未婚妻居然是个傻子。当时我哆哆嗦嗦的，第一次在密闭空间见这么多人，他们表情各异，人一多我就害怕，小腹一阵坠痛。不一会儿，
裤子湿了。所有人都震惊又嫌弃地看着我，在军区大院这么多人面前，我尿了裤子，太丢人了。后来医生告诉我，那叫压力性尿失禁，即便我只有8岁智商，也知道当众尿裤子是件羞耻的事。我攥着衣角，难堪的想死。我给几年哥哥丢人了，丢了好大的人。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歉意。从小到大，霍几年那样的天之骄子，本该被人仰视，就因为老带着我，总被人嘲笑议论，这也是霍奶奶讨厌我的原因。我浑身发抖，忍不住要哭出来。可那天，我的几年哥哥莫怪我，他当着众人的面脱下外套披在我腰上，温和地说：“抱歉，我未婚妻生病了，还请大家多担待。”在别人的家眷都妆容精致、优雅得体时，霍几年不嫌我丢人，不嫌我狼狈。回家路上，他还给我买了新的碎花小裤子，背着我安慰：“尔尔别怕，几年哥哥莫怪你。”还记得那天，我终究还是哭了，但并非因为羞恼，而是深深感动于几年哥哥的包容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便在心底发誓，只要几年哥哥不抛弃我，这辈子我都会紧紧跟随着他。可我却忽略了，我这样的追逐，真的是他想要的吗？会不会到最后，我的这份情谊反倒成了挟恩图报，变成捆绑他的枷锁呢？我终于相信了那个霍几年要跟我离婚的梦。这些年来，他也累了吧？毕竟背着我这个小累赘，他怎么会不累呢？或许他心里还怪我救了他，怪自己欠了我这么大的恩情，始终无法偿还。想到这儿，我不禁叹息，要是我还能醒来，我一定要告诉几年哥哥，不必觉得愧疚，我救他是出于自愿，从未后悔过。毕竟在很久以前，他真的对我特别好。我是第二天下午在医院醒过来的，睁眼就看到霍几年在医生面前挨批。医生责问：“病人桂花过敏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这家属怎么当的？”霍几年满眼愧疚地跟我道歉：“尔尔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”可我不明白，他这句对不起是在为忘了我桂花过敏道歉，还是在为逼我向茉莉道歉而道歉呢？霍几年伸手想要抱我，被我躲开了。他身子一僵，大概以为我还在赌气，便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尔尔，你还在生几年哥哥的气，对不对？”我摇了摇头，再次认真地重复：“几年哥哥，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无比郑重地说：“我们两清了。”所谓两清，就是他从此不用再顾虑过去的恩情，也不用一直照顾我这个拖油瓶，过往的一切都一笔勾销，烟消云散。我想离开霍家了。听到这话，霍几年先是慌张了一下，紧接着扯出一抹笑容，说道：“你说什么胡话呢？尔尔，离了我，你可怎么办呀？谁来照顾你呢？”我想要争辩，告诉他我能自己照顾好自己。霍几年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，给我削了个苹果，说：“别闹了，尔尔，你连出远门都不行。”他笃定地说：“离了我，你没法生活。”他就是这么自信，自信到根本不把我的离别之语当回事。我沉默了，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。养伤的日子实在无聊，无聊到我只能竖着窗外的树叶打发时间。我一边竖一边思考，离开霍家后，我能去哪儿呢？还没想出个所以然，隔壁床就抬进来一个小哥哥。小哥哥皮肤特别白，是那种不太健康的白。他看到我盯着他看，便眯起眼睛，摆出一副凶狠的表情，冲我吼道：“看什么看？这人脾气可真差！”吓得我赶紧缩回被子里。霍几年连着好几天都没再来。听霍杜说，他爸爸最近要和茉莉阿姨一起执行一个任务。那小男孩嚣张地站在我床边，鼻孔朝天，对我说：“喂，蠢女人，你也看出来了吧？我爸爸喜欢茉莉阿姨，你别再夹在他们中间了，我马上就会有新妈妈，你要是敢捣乱，我可饶不了你。”说着，霍杜还举起拳头示威。我真的很无语，明明是霍几年不肯解除婚约，我可没打算破坏他们。霍杜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还不死心，正想再威胁我几句，却被隔壁扔过来的枕头砸中了后脑勺。隔壁小哥哥漂亮的眉眼皱在一起，满脸不悦地说：“小孩，你太吵了，出去！”小哥哥言简意赅，霍杜被他那不好惹的样子吓得赶紧跑了。等霍杜走后，病房安静下来，小哥哥才又看向我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说：“真没出息，居然被个小屁孩欺负。”我不好意思地绞着手指，总觉得他虽然看起来冷漠，但心地应该很善良，就像刚才他好像是在帮我出气呢。很快，
我就和隔壁床的小哥哥熟络起来。不过他特别忙，忙到住院了，还每天画图纸，写一些我根本看不懂的东西。有一次，我好奇地问他，草稿纸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字是什么？他敲了敲我的头，说：“笨蛋，那是英文字母。”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英文字母，连汉字我都还没认全呢。小哥哥嘴上嫌弃我笨，却还是和我并肩坐在一起，耐心的一点点给我解释。他说那些英文字母就相当于另一个国家的汉字，他曾经在那个国家留过学，写的是计算公式。我又问他写的计算公式有什么用，小哥哥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轻声说可以造火箭大炮，能让我们国家的人不再受别人欺负。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不用他多说，我就知道小哥哥一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，因为我去世的父母也从事着类似的工作。我永远记得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有几个军人叔叔到我家，他们说我的父母在做一项虽然默默无闻，但却非常伟大的工作，因为涉及保密条例，不能告诉我具体内容。然后他们把我父母的遗物交给了我。后来我从霍家得知，父母是死于严重的核辐射。我着急地拽着小哥哥的袖子，都快急得语无伦次了，提醒他危险，做这种工作太危险了，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小哥哥却满不在乎，大大咧咧地往后一躺，月光洒在他身上，他看起来沉静如水。他也不管我能不能听懂，低声笑着说：“为了国家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”我吃力地跟着他重复：“虽九死。”小哥哥捏了捏我的脸，耐心地给我解释：“小笨蛋，简单说，就是为了祖国，我心甘情愿付出一切。”他果然是个大好人，是个像我父母一样的大英雄。我看向他的目光立刻充满了敬畏。小哥哥一直都很忙，不仅住院了还不休息，反而工作得更拼命了。护士提醒了他好几次，他都不听。最后是几个穿着灰色工作服来看望他的人，强行把他的笔和纸收走了。他虽然抗议，但也没办法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才知道小哥哥叫傅征，是个真正的物理天才，10几岁就远赴国外留学，还成了那里年纪最小的博士生。有个穿灰色工作服的姐姐告诉我，博士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很厉害的意思。这下我更崇拜小哥哥了。然而，小哥哥似乎有睡眠障碍，几乎每个晚上都难以入睡，休息不好，身体自然也好不了，这就是他这次住院的原因。不过有一次很意外，他枕在我腿上竟然睡住了，我嘴里轻轻哼着童谣，见他睡熟了，就悄悄调整姿势，好让他睡得更舒服些。结果自己也慢慢向后倒去，沉沉睡去。从那以后，小哥哥就把我当成了满意的人形靠枕，每天晚上都要爬上我的床，枕着我睡觉。作为回报，他会给我讲他的留学生活，讲那些我从未见过的精彩世界。他还教我认26个英文字母，教我读书念诗。我脑子笨，学起来特别吃力。小哥哥身为天才，估计从没见过像我这么笨的人，常常被我气得够呛，但过后还是会不厌其烦，仔仔细细地给我讲解。渐渐的，我喜欢上了这样的生活，喜欢和小哥哥待在一起，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。所以当他要出院时，我拉住他的袖子，可怜兮兮地问我没地方可去了，你能收留我吗？我每晚都可以让你枕着睡觉。小哥哥眯起眼睛思索了几秒，愉快地达成了交易。唯一不高兴的就是霍几年，他不同意我跟傅征走。霍几年的车就停在医院门口，出院那天挡住了我们的路。他朝我招手，过来，我们回家。回家？我一动不动，我已经没有家了。霍家早就不是我的家，那儿没人喜欢我，我才不要回去。我鼓起勇气说，几年哥哥，我上次就说了，我们两清了。两清就是你不用再为我变傻而愧疚，我也不想再待在霍家，我想离开。霍几年沉着脸，似乎没想到我是认真的，逼问道：离开我？你能去哪儿？要跟那个人走？周木耳，别闹了，你跟他才认识几天，小心被人卖了，还哭着找我救你。我反驳：你别冤枉好人，小哥哥人可好了。小哥哥，霍几年怒极反笑，反复念叨这3个字，然后抓住我的手，要把我往车里塞。少废话，跟我回家。我不乐意，拼命抗拒。这时，一只修长的手挡住了车门。小哥哥目光凌厉地对霍几年说：你是眼瞎还是耳聋？没听到他不想跟你走吗？霍几年声音冰冷，
她是我未婚妻，我们的事轮不到外人插手。未婚妻这3个字一说出口，小哥哥笑了。未婚妻？你未婚妻在医院10几天，你不管不顾。再说，小哥哥看向我，现在对儿来说，谁是外人还不一定吧，让他自己选。说完，小哥哥瞪着我，那眼神彷佛在威胁，不选他我就惨了。我当然选他了，快步躲到小哥哥身后，只露出个脑袋，无视霍几年冒火的眼神，劝他：几年哥哥，你回去吧，我不会跟你回霍家的。霍家已经有茉莉姐姐了，没我的位置。我还没原谅你让我道歉吃糖的事，你别再逼我了，不然我真的会讨厌你。这天最后，霍几年一脸颓丧，拦不住我跟别人离开。小哥哥一路上都气呼呼的，好像还没从刚才的事缓过神，不停地叹气，戳我的脑袋说：小笨蛋，你以前在霍家到底受了多少委屈？受委屈吗？我歪着头想了想，如果那个梦是真的，我死在偏僻老屋，那确实挺委屈。但又一想，茉莉没出现前，霍几年对我挺好的，我就把和霍几年的过往告诉了小哥哥，说我就过他，还讲了山洪爆发时，搜救人员因设备故障只能带走1人，他把生的机会让给我，从小到大他也一直护着我，他欠我的早就还清了。小哥哥听完，过了好久才说：大恩如大仇。他解释说，太大的恩情时间久了会变成仇恨。我觉得挺对，梦里的几年哥哥好像就是被恩情压得喘不过气，其实他也背着我走了10多年，现在背不动想放弃。我不怪他，只是觉得就算做不成夫妻，也曾是家人，不想难堪收尾。小哥哥见我发呆太久，不满地凑过来：笨蛋，不准想他了，从今往后你只有一个哥哥。他扬起下巴，傲娇的不行。我琢磨他这话，想着想着就笑了。他这是要代替霍几年做我新家人的意思吗？我跟着小哥哥回了家，他家房子很大，可没石磨家具，显得空荡荡的，颜色基本是黑灰，看着压抑。我问能不能在我房间装个粉色窗帘，小哥哥大手一挥，给了我不少钱，让我买喜欢的东西。我立马来了干劲，跟着保姆阿姨把家里彻底翻新。保姆阿姨很喜欢我，带我挑喜欢的图案，买了粉色窗帘和墙纸，还买了好多盆栽摆在阳台，家里多了些生机，不再冷冰冰。收拾完，保姆阿姨站在客厅突然落泪，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哭，她抱住我，一个劲儿求我多住些日子，别再让傅征一个人。我从她那知道，小哥哥性格孤僻，没朋友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精神压力大，每晚都睡不好。我的出现让这个家有了生气，我开心地回报保姆阿姨，承诺我不会走的，小哥哥是我新家人。保姆阿姨听了，哭得更凶。墙角有个身影闪过，我偷笑，小哥哥肯定也听到了，他没反驳，那就是同意当我家人啦。我为自己的机智暗自得意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，我认的字越来越多，26个英文字母也能磕磕绊绊写下来。小哥哥睡眠质量也越来越好，唯独让我苦恼的是，霍几年隔3差5就找来，我每次都不见。立冬那天，连霍度都来了，保姆阿姨不好为难小孩，就让小家伙跑到我面前，哭得抽抽搭搭。蠢女，周木耳，你快回去吧，你再不回去，爸爸就不要我了。你不是喜欢茉莉阿姨吗？找她去呀。我头都没抬，在厨房琢磨今晚给小哥哥做什么补身体。霍度站在旁边吸吸鼻子说，自从我在医院门口跟傅征走后，霍几年就不见茉莉了，觉得我还在生气，想用这种方式赎罪，跟茉莉彻底断了来往，盼着我回去。我没理霍度，专心品尝刚出锅的鸡汤，很鲜，放点笋片肯定更美味。小哥哥肯定能多喝2碗，用汤汁下面他也爱吃。小哥哥说过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每个人都有长处。我经过摸索，发现自己喜欢做饭，而且做得还不错。霍度见我不理他，嘴巴一扁放大招，喊我妈妈。我手一抖，汤洒了出来。我记得在梦里跟霍几年关系最好时，霍度都不肯喊我妈妈，他总嫌我傻笨，觉得认我会丢人。其实我会织毛衣、手套，每年冬天都给霍几年和霍度织帽子围巾，可霍度从来不肯戴。这次我还没说话，保姆阿姨先忍不住了，黑着脸过来，你家长怎么教的？能乱叫妈妈吗？霍度被赶了出去，本来就该这样。我跟霍几年没缘分，
跟这小家伙也不会有母子缘分。时光过得飞快，转眼到了年底，小哥哥收到信件，说一大批科研人员要去戈壁完成最新试飞实验，他也在受邀名单里。但戈壁天气恶劣，条件艰苦，小哥哥不让我跟着，他舍不得我吃苦，我不听，自己收拾好小花包袱，还乐呵呵的，为头一次出远门开心。小哥哥拗不过我，可到了火车站这天，发现霍几年也来了，他显然知道我们要走，冲过来，眼睛通红的拉住我，你要走了吗？真要跟他走，真的不要几年哥哥了。霍几年满脸痛苦，近乎哀求，别走，别走。我轻轻抽回手，看着地面，慢慢坦白，几年哥哥，在你逼我跟茉莉道歉前，我一直把你当家人，也觉得一辈子都离不开你。可是我突然抬头，认真地看着他，我们说的一辈子太短了。霍几年被我的目光刺痛，急忙解释，不是的，我跟茉莉断了，彻底断了。几年哥哥，只有你，我一直在等你回头。我微微一笑，但这次原谅我，不能再等你了。我找到新家人了，他很疼我，也需要我。以前我是拖油瓶、小累赘，总被照顾，还被嫌弃。可几年哥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做饭可好吃了。小哥哥说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我不是废物，我也有用，也有人需要我，这种感觉真好，我好开心。霍几年摇头，像无助的困兽般挣扎嘶吼，我没觉得你是累赘，从来没有。现在没有，以后会有的。日子久了，他终究会像梦里那样厌烦，毕竟梦里他一次次为茉莉丢下我，都成真了，不是吗？霍几年察觉到我眼神里的决绝，几乎站不稳，声音颤抖地问，那我呢？我该怎么办？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没理他，任由他跌倒在地，转身登上火车，蹦蹦跳跳地朝富征跑去。这是霍几年要面对的，与我无关。小哥哥说过，人生要学会课题分离，从他选择站在茉莉那边起，我们以后的人生就各走个路了。车站响起长长的汽笛声，火车缓缓开动，过去的青春岁月随着轨道的哐哐声，永远留在了这座城市。我背着小花包袱，和新家人一起奔向新的未来。我们相互需要，是彼此的光。全文完。第二个故事，为了历练，我隐瞒了自己军区总司令独女的身份。下到基层第1年，我就对军区的少将一见钟情，相爱5年，他又当男友又当上级，将我宠得肆无忌惮，却从不肯带我回军区大院见家长。后来我得知，因为他的家族根本看不上我，毕竟沈家是战功赫赫的军事世家，而我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个普通家庭的野丫头。考虑到军中对我们背景差距议论纷纷，我打算向他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可男友却突然开始整日不见踪影。直到他第99次夜不归宿后，我在他的书房里看见一封写了一半的结婚申请报告，新娘是苏军长的千金，而申请人竟是和我同床共枕的沈玉怀。原来他在与我耳鬓厮磨的同时，早已接受了联姻，于是我也瞒着他做了件事。我接下了父亲给的江心肩章，如今他心里住了另外一个人，我该离开了。好看的精品小说这么多，但心醉言情绝对不容错过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热推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精彩故事立刻开始。电话那头，爸妈欣喜不已，只要你回来，新的任命书已经写好了，随时等着你。想到我在这边交的男朋友，我妈又忧心忡忡，你那个男朋友呢？要带他一起回来吗？你还没告诉他你的真实身份吧？我会和他分手。提到沈玉怀，我声音轻的几乎听不见。1周内，我会处理好这边的一切。当天晚上，沈玉怀没有回来，我对此也丝毫没有在意。第二天醒来后，我直接去提交了转调申请。办完手续后，我请平时关系和我还不错的战友吃了顿饭。知道我要走，有人打趣，念一，你手续办得这么干脆利落，不会真像短视频里演的那样回家继承家产吧？我轻轻点头，对啊，就是回去继承家业。众人愣了一下，随即哄笑成一团，只当我在开玩笑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我跟着他们一起笑，也没有再解释。吃完饭，我抱着东西回家，推开门，沈玉怀正好在家，见我抱着纸箱进门，他愣了一瞬，疑惑道，你休假了？我懒得解释，点了点头，抱着箱子朝房间的方向走去。等等，他快步拦住我，
你不是说每天待在部队很开心吗？怎么突然休假了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轻柔地笑了笑，因为接下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什么事？秘密。听我这么说，沈玉怀只当我又要给他准备什么惊喜，轻笑道：你早该休假了，工作那么累，每天早出晚归的，我看着都心疼。念一，你要知道，哪怕你退伍了，我也养得起你，我不需要你养。我一字一句道，我不做任何人的附属品。沈玉怀怔了怔，你怎么会是附属品？我不想听他的花言巧语，直接打断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？这不是最近太忙了，都没时间陪你，怕你难过，今天专门抽空和你约会。沈玉怀搂住我的腰，亲了亲我的侧脸，宝宝，有没有想去的地方？今天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陪你。他神情温柔，看向我的眼睛盛满深情。若是从前，我肯定会为此感动，毕竟他是军区最受看重的少将，每天日理万机，忙得脚不沾地，能抽出时间陪我，至少证明我在他心里占据了很大一部分。可现在，我看着他，脑海中只有那封鲜红的结婚申请报告。到底是工作太忙，还是准备婚礼太忙呢？他是怎么做到一边和另一个女人筹备婚礼，一边哄我说他最爱的人只有我？那些质问在我嘴边打了个转，又咽回去。算了，反正只剩最后几天了，到时候我自然会从他的生命中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拒绝了他的提议，目光落在我和他的那些合照上。沈玉怀，我们打扫一下家里吧，很多东西都旧了，一直留着也没什么用。遵命，老婆大人。沈玉怀笑眯眯地拿来扫把，装模作样的陪我一起清理。可渐渐的，他发现最后被我清理出来的东西，竟全是充满我们回忆的物品。第一次约会时他为我画的肖像画，3周年纪念日那天做的陶瓷小猫，在月老庙前求的姻缘签，全都被我毫不犹豫地丢进了垃圾桶。沈玉怀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，开始变得凝重，直到1周前，他送我的情侣手链被扔进垃圾桶，他心中的慌乱再也藏不住。念一，你是不是听到什么流言蜚语？什么流言蜚语？你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定定地看着他，有那么一瞬间，如果沈玉怀告知我实情，我有想过公开自己的身份，重新给他一次机会的，可他没有。沈玉怀撇开视线，不敢直视我的眼睛，沉默许久后，他只是攥住我的手说，念一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只要记住我爱的人是你。我扯了扯唇，内心一片荒凉。次日，我把朋友们约出来，和他们道别。吃饭时，餐厅进来2个熟悉的身影，是沈玉怀和他的未婚妻苏黎。见到我，沈玉怀立刻放开揽在苏黎腰间的手。我神色冷淡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沈玉怀眼神飘忽不定。沈苏两家正好有了合作，就约出来谈谈。一顿饭结束，我这边正好散场，沈玉怀提议送我和苏黎回去。谁也没想到意外在此刻发生，一辆失控的货车从另一个方向疾驰而来，司机下意识猛打方向盘，只听见砰的一声，2辆车还是无法避免地撞上去。车窗碎裂开来的时候，我因为惯性朝着另一边倒去，而视野里，沈玉怀将一旁的苏黎牢牢护在自己怀中，不仅没让他受到一点伤害，还正温柔地拍着他的背，安抚着他的情绪。我的头重重磕在车窗玻璃上，鲜血顺着额头流下，意识模糊间，忽然想起2年前的车祸，那时我们正相爱，也是这样的十字路口，也是一辆快速冲撞过来的货车，我坐的那边正好是货车撞过来的方向。惊惧间，沈玉怀发现避不开那辆货车，毫不犹豫掉头，让自己所在的那面迎向货车，车头凹陷进去，他被死死卡在驾驶位，鲜血染红了他的白衬衫，可沈玉怀却还笑着擦去我脸上的泪痕。还好，你没事。消防员和医生合作抢救了许久，才将他带下车，他差点就死在了那一天。可如今，同样的车祸，不同的是，他下意识想保护的人不再是我，再醒来已在医院。沈玉怀看着我头上的纱布，满脸愧疚，念一，对不起，我当时想着过段时间和苏黎有合作，要一起出席，他的脸不能受伤，所以才护着他。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别不理我，好不好？我垂着眼没说话，所有情绪在看到沈玉怀护住苏黎那一刻都消散了，心脏像破了个大洞，呼呼灌着冷风。沈玉怀不停说着对不起，突然他像想起什么，眼睛一亮，念一，过几天就是你生日，
我提前送你生日礼物好不好？你想要什么？不管花多少钱，我都给你买。闻言，我终于抬眼看向他，那你给我买张机票吧，3天后去北城的。去北城干什么？他有些诧异，想去旅游吗？我点点头，只嗯了一声。沈玉怀也没多问，当着我的面就打开手机，买了张去北城的机票。买完票又说，这段时间我有事没空陪你，你先去北城玩，等我有空再陪你去一趟。买飞机票当生日礼物太小气，到时候我再给你个大惊喜。不小，我摇摇头，轻轻一笑，一点也不小，毕竟这张机票是我回家的路。离开那天，我起得很早，起飞前7小时，我把行李箱一个个搬出门，却正好碰到回来的沈玉怀。看到别墅门口堆满行李箱，他神色慌张，急忙挡在我面前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神色坦然，我不是说要去北城玩吗？可我的解释没能让他信服，不就玩1-2天，那边什么没有，用得着带这么多东西？我笑了笑，女孩子吗？多带几套衣服，想多拍拍照。沈玉怀眉头紧皱，目光在行李箱和我身上来回打量。不行，念一，东西太多不方便，你到北城后要什么当场买，老公给你报销。沈玉怀坚持要扣下我的行李箱，仿佛这样就能确保我还会回来。就在我俩僵持不下时，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响起来，手机屏幕上赫然显示着苏黎2个大字。沈玉怀走到一旁接听电话，不知电话那头说了什么，只见他神色变得凝重，最后还是先行出门了。临走前，他反复叮嘱念一，别玩太久，东西也别带太多，回来航班发给我，我去接你。我没回应，心里清楚自己不会再回来，这次见面就是永别。起飞前5小时，我把大门密码改了，从我的生日改成苏黎的生日，接着在门上贴了张便利贴，这里以后就是苏小姐的家，密码设成苏小姐生日比较合适。起飞前3小时，我找出别墅里我和沈玉怀所有合照，一张张全丢进火盆。他曾揽着我在绚烂烟花下热吻，一遍遍说我是他的。他曾在日落星河中单膝跪地，发誓爱我一生一世。他为我挡车祸，断过3根肋骨。他记得我每次生理期，朋友圈全是我的身影。我们一起走过4季，看过日出日落。如今回忆一点点被烧光，我们也彻底画上句号。起飞前2小时，手机响了，点开一看，是苏黎发的视频。视频里沈玉怀和苏黎被人群围着，起哄声接连不断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我说玉哥，马上要结婚了，还害羞什么？总不能让苏大小姐主动吧？在一片起哄声中，苏黎满脸羞涩，闭眼靠近他，两人距离越来越近，周围尖叫声愈发响亮。沈玉怀紧紧盯着眼前人，喉结上下滚动，随后大手扣住他后脑勺，猛地吻了上去。镜头很近，能清晰看到他俩交缠的唇舌以及沈玉怀动情的反应。我死死咬着嘴唇，强忍着泪水，一遍又一遍地看这个视频。看到第7遍时，苏黎消息发过来了，阮念一，瞧见没，我才是沈家公认的儿媳，你家那么穷，沈家哪能看得上你？就你那家境，嫁给乞丐还差不多。玉怀爱你又怎样？他防线正被我一点点攻破，先是陪我见家长见闺蜜，接着同居，刚刚还亲我了。你说我们离上床还会远吗？我没回他消息，只是默默把他这些天发来的挑衅信息一张张打印出来，整理成一沓，放在空荡荡的客厅。起飞前1小时，我在那沓打印纸上留下最后一句话：沈玉怀，新婚快乐，我们结束了。说完，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别墅区，打车朝着机场方向飞驰而去。沈玉怀，从现在起，我做回我的总司令千金，和你再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拖着行李箱走出机场，一辆红旗轿车已等在外面。我一走近，守在车外的男人立刻为我拉开车门。大小姐，请上车。车子在阮家别墅停下，路上我对家里这些年情况也有了大概了解。下车后，我径直走向别墅，推开门，一群佣人早已守在门边。见我进来，声音和动作整齐划一，欢迎小姐回家。我无奈扶了下额头。李叔推着行李箱过来，佣人顺势接过抬上楼。李叔看我无奈的样子，笑着说，老爷和夫人注重仪式感，知道小姐要回来，连夜训练他们搞了欢迎仪式，现在他们应该都在客厅等小姐呢。客厅里果然围了好多人，爸妈、舅舅、
姑姑都在，我上前一一打招呼，在父母身边坐下，看着他们关切的眼神，一直以来的平静突然被打破。我从小就被长辈们宠爱着长大，没吃过什么亏，直到为了历练隐瞒身份去海城基层训练，遇见沈玉怀，和他交往5年，我付出真心，那时真的想和他共度余生，也坚信我们迟早会成为彼此的唯一。只可惜最后我差点成了被他养在外面却浑然不知的情妇，一片真心终究错付。妈妈看出我心情低落，拍拍我肩膀，过去的就过去了，我们不怕犯错，大不了重新来过，我们最不缺的就是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听妈妈这么安慰，我心情舒缓了些。其他人见状，赶忙转移话题，纷纷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礼物，一看才发现，前段时间妈妈打电话说的一点都不夸张，甚至还保守了。从房本到钥匙，厚厚一沓，上面又落着一串长长的钥匙。最显眼的是放在中间的特制江心肩章，由黄金和钻石打造，闪耀着威严光芒。可他们似乎还觉得不够，非要把我面前桌子摆满才满意。我无奈正想说不用时，姑姑突然一拍桌板，眼中放光：念一刚分手吧？刚好我有个老战友的儿子最近回国，我那老战友为他不找女朋友的事愁坏了，要不你们见个面，就当交个朋友。我一愣，连忙摆手拒绝，姑姑却不由分说，直接拿出手机给我推了个联系方式。没想到我居然早就加了那人好友。我点进去看了眼，没备注，头像是纯黑背景中的一弯月亮，昵称也很简单，就2个字母 YS。 我愣了愣，仔细回忆半天，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加的他，也没多问，不动声色熄了手机屏幕，反正等见了面，一切答案自然会揭晓。另一边，沈玉怀终于回到家，他像平常一样输入密码，输完准备推门，却发现门打不开。他困惑地抬头，这才看见门上贴的字条：这里以后就是苏小姐的家，密码设成苏小姐生日比较合适。苏小姐的家，苏黎。他心里猛地一沉，难道阮念一知道什么了？可他和苏黎才见了一面，其他人也不可能告诉他这事，他能从哪知道他要和苏黎结婚？沈玉怀迟疑地输入苏黎生日，别墅大门应声而开，打开灯，别墅空荡荡的。他下意识喊了声念一，声音在别墅里回荡，却没人回应。他这才想起，前2天我去了北城，我很少离开他这么久，大多时候都是我在家等他回来。沈玉怀心中陡然涌起一丝不安，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阮念一难道来真的？但转念又把这念头抛开，怎么可能呢？他那么爱他，大概就是这几天他陪他时间少，胡思乱想，才碰巧猜到他和苏黎的关系，等他回来轰轰就好了。这么想着，他揉了揉眉心，朝客厅走去，看来等会儿得给他打个电话，问问什么时候回来，好好聊聊。只是刚走到客厅，电话还没拨出去，他视线就被客厅桌上放的一沓东西吸引住，他心里隐隐有些期待，是阮念一的东西，给他的，看吧。他就说他只是赌气，怎么会真离开他？他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，可很快看清纸上内容后，笑容僵住了。沈玉怀，新婚快乐，我们结束了。他仿佛听到自己耳鸣的声音，脑子一片空白，反复看了好几遍才确定没看错。他真写了新婚快乐，我们结束了，阮念一不要他了，一定是开玩笑的，他怎么可能不要他？他手不自觉把那页纸翻开撕下，揉成一团扔向远处。也正因这个动作，第2页内容露了出来，是打印出来的聊天记录截图，从加好友那天开始记录的。他一页页往下翻，心越来越沉。听说你就是玉怀养在外面的那个，自我介绍下，我叫苏黎，是他未婚妻，劝你识相点，赶紧离开，不然等我和玉怀结婚，你被赶出别墅就难看了。只要我一句话，玉怀就来找我了。明天我们要见家长，等我们真结婚，你算什么？一个见不得光的情人。他爱你又怎样？现在他已经亲我了，你说我们离上床还会远吗？中间还夹杂着几张照片和一段视频，有他们是婚纱的照片，选钻戒的照片，挑婚礼场地的照片，而那段视频被阮念一点开截下最具代表性的一帧，也是苏黎最想让我看到的，是他和苏黎在双方家长和一群兄弟见证下深情拥吻。脑中那根紧绷的弦啪的一下断了，无言的慌张瞬间涌上心头，他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，嘴里却还不停呢喃着我不信，
他起身朝着楼上卧室冲去，双腿却止不住发软。上楼时一个不小心踩空，只听咚的一声，整个人就咕噜噜从楼梯上滚了下来。刺痛让他稍微恢复了点理智，他咬着牙撑着楼梯扶手重新站起来，一瘸一拐又往楼上走。房间里只剩他自己的东西，和阮念一有关的所有物件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想起前段时间阮念一突然说要大扫除，还扔掉他们之间所有情侣物品，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他当时为什么那么做。他竟如此绝情，一点回忆都没给他留。沈玉怀慌慌张张拨出电话，响了好一会儿才被接起。喂，哪位？念一，是我。他艰难开口，生怕我把电话当骚扰电话挂掉。你在哪？我们的合照呢？他刚一开口，我一下子就清醒了。我拿起手机，看清屏幕上玉怀2个字，忍不住深深叹了口气，失策了，居然忘了拉黑他的联系方式。就在我沉默的时候，沈玉怀在那头又不停地喊我的名字，让我心里一阵厌烦。沈先生，你都快成家了，该避嫌还是得避嫌。那些照片等苏小姐住进去看到肯定不高兴，所以我烧了。至于见面，我觉得没必要吧，你都快跟别人结婚了，还找我这个前女友干嘛？听到我说合照都烧了，沈玉怀只觉得心如刀绞，可更让他心痛的是我干脆利落的拒绝。念一，我没同意分手，我跟苏黎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爱的人只有你，你怎么能说抛弃就抛弃我？说到最后，我甚至听到他声音里都带着哭腔。我从不否认以前沈玉怀对我的爱，可也正因为见过他爱我的样子，所以后来他以应付家里催婚为由答应和苏黎联姻。我一下就察觉到他的心开始变了，他或许还爱我，但爱的人不只是我了，所以我会成为他权衡后最先舍弃的那个。不管是他打算悄悄把我养在外面当情妇，还是车祸时下意识先救苏黎，他的首选早就不是我了。所以此刻即便听到他哽咽难过，我的心也毫无波澜。沈玉怀，分手又不需要双方同意，要说抛弃，难道不是你先放弃了我们的感情吗？现在还说我抛弃你，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就该明白我们已经分手，以后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我每说一个字，沈玉怀的心就痛一分，他嘴唇动了动，眼里满是哀伤。念一，他刚叫出我的名字，我就不耐烦地把他电话拉黑了。次日，我代表北方战区参加军事演习，没想到参加演习的队伍里居然出现了沈玉怀带领的队伍。我不怕和沈玉怀正面交锋，只是不明白他这么做到底图什么。沈家根基在海城，他突然带队参加北方战区的演习，难道是为了我？想到这，我忍不住冷笑。沈玉怀不会觉得自己这样很深情吧？一边和一个女人筹备婚礼，一边又缠着另一个女人不放，脚踏2条船，还这么理直气壮，还敢跟我说他和苏黎不是我想的那样。就算他真不爱苏黎，那又怎样？苏黎说到底是他自己同意的结婚对象，就算我不是总司令千金，他也不该擅自把我从正牌女友变成养在外面的情人吧。这次演习备受重视，开始前还办了个宴会，邀请所有参演军队。姑姑送邀请函的时候，还神神秘秘地朝我眨眨眼。我一脸茫然看着她，姑姑，还有什么事啊？姑姑一听，立马白了我一眼。哎呀，前段时间不是说让你跟我老战友儿子见个面吗？他前段时间忙，一直抽不出空，这次演习他也参加，你们正好一起去。我顿时哭笑不得。姑姑，我们去演习，那不就成竞争对手了？让竞争对手在演习现场相亲，您可真是头一份儿。姑姑却满不在乎。那怎么了？场上是对手，场下又不一定是，更何况要是先见了面，用美人计不也挺好？我打听过了，那小子虽然没谈过恋爱，但喜欢过一个女孩，听说跟你是一个类型呢。我一听愣了，喜欢的人和我是同一款，还早就加了我好友，难不成他一开始加我就是因为这个？我皱起眉头，对他的好感顿时降了几分。我以为自己沉默算婉拒了，可在姑姑眼里，这竟成了默许。宴会当天，直接派人开车在阮家别墅外等我。你好，阮小姐。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见我出来，贴心下车给我拉开副驾驶车门，我却站在他面前没动。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。他愣了一下，垂下眼眸掩饰眼底的失落，沉默一会儿才回答，我姓纪，纪延伸。我看着车窗外的景色，
不自觉反复琢磨季延伸这3个字，莫名觉得有点耳熟。车子很快到了宴会厅，我挽着他的手进去，刚进门就看到2个最不想见到的人，阮念一、念一。我生怕跟他俩扯上关系，没理身后这2人，转身挽紧季延伸的手，快步往宴会厅里走。念一，他是谁？你怎么跟他在一起？沈玉怀挡在我们面前，苏黎没说话，目光在我们身上来回打量，过了半晌，脸上满是嘲讽，还能怎么回事？肯定是跟你分手后傍上别人了，不然就阮念一那身份，怎么可能进得了整个北部战区办的宴会厅？他语气十分笃定，完全没注意到沈玉怀已经黑下来的脸，还有周围人看他那奇怪的眼神。我爸可是北部战区总司令，我作为他的独生女，还需要攀附别人才能进宴会厅。这俩不认识的人从哪冒出来的蠢货？要是连总司令千金都得攀附别人才能进宴会厅，那其他人谁还有资格？不过有热闹看，也没人去提醒他们。我刚皱起眉头，旁边的季延伸就沉着脸伸手握住沈玉怀的手腕，大概没想到季延伸会突然动手。沈玉怀一时没防备，差点疼得叫出声。见他即便这样还不放开，拉着我的手，季延伸不带感情地说道：“放手。”这冷冰冰的声音让沈玉怀不禁打了个哆嗦。他抬头看向面前的男人，脸色变得更难看了。苏黎见他这样，心疼不已，当即指着季延伸的鼻子骂道：“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敢这么对我们，信不信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？”我冷笑一声，先拍了拍季延伸的手，示意他松开。念一，我知道。沈玉怀刚开口，我摘下胸针，狠狠扎进他手背。突如其来的刺痛让他手上一松，放开了我的手。我趁机往后退。苏黎见我伤人，抬手就要打过来，我抓住他手腕，啪的一巴掌，直接甩他脸上。苏黎白皙的脸上瞬间出现一个清晰的巴掌印，他满脸不可置信，怎么也没想到我居然敢动手。阮念一，你……我递给季延伸一张纸巾，又慢条斯理拿起一张擦了擦自己手腕，居高临下看着他，眼神里还带着几分嘲讽。你们算什么重要人物吗？我嘴角的嘲讽让沈玉怀双眼发红，可我的下一句话却让他所有怒意渐渐冷却。2个来参加宴会，却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的蠢货。对手？沈玉怀和苏黎想起自己拿到的资料，再仔细看看眼前的人，终于把季延伸和资料里北部战区军长季家次子联系起来。比起问我知不知道你们是谁，不如先问问你旁边这人，我们是谁？我们这2个字瞬间让沈玉怀和苏黎愣在原地，所以他的意思是，不止他，阮念一也是来参加演习的，其他参演人员跟我明显对不上号，唯一剩下的就只有北部战区总司令独女阮大小姐了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沈玉怀和苏黎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顾不上本来是来参加宴会的，灰溜溜的匆匆离开了宴会厅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就被手机不停响的铃声给吵醒了。念一，你瞧见网上那些言论没？那些网友真是跟风瞎转，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，居然传出你这司令千金当别人小三的谣言，你赶紧澄清，让那些污蔑你的人都受到该有的惩罚。原来昨天苏黎回海城后，还是咽不下宴会上受的气，仗着和沈玉怀订了婚约，就颠倒是非，说我插足他和沈玉怀的感情，还放出他俩订婚后沈玉怀和我同居的证据。一开始网友也不信堂堂司令独女会插足别人家庭，可苏黎放出证据，连沈玉怀那些兄弟也纷纷出来作证，说我是插足者。这下半夜吃到大瓜的网友就信以为真了，直接找到我的账号，一顿疯狂攻击。你家那么有钱，没人教过你做人要有道德底线，不能插足别人家庭吗？还司令独女呢，道德败坏，真不要脸！抵制我，抵制盛起，我会处理的。别忘了我可是司令千金，军区法务部可不是摆设，他敢造谣，想必也早就做好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了。在海城的苏家，沈玉怀脸色阴沉的可怕，看着哭得楚楚可怜，扑在他跟前的苏黎眼里只有满满的厌恶。我有没有跟你讲过，你最好收起那些小心思，本来看你还有点用处，打算留着你，你倒好，胆子这么大，直接给念一泼脏水，看来是我之前对你太客气了。他掐着他的下巴，强迫他抬起头。苏黎不停摇头，却再也换不来他的同情。玉怀，阮念一那贱人明明是司令独女，却骗了你5年，说她家境贫寒，
现在我们又得罪了他，你不会还觉得他对你有感情吧？与其等他事后报复，我们干嘛不联手把阮家彻底打压下去？听了他这话，沈玉怀手上的力气总算松了些。是啊，阮念一明明是司令独女，却瞒了他整整5年。如果早知道他身份，他哪还用得着和别人联姻？他没嫌弃他编造的假身份，还愿意把他留在身边。可他呢？他却趁机甩了自己，还让他吃了这么大亏。那他干嘛还要维护他高高在上的身份？不如让他一起堕落，等阮念一走投无路，只能重新来投靠自己，这不挺好吗？反正当初他走的时候，把他们之间有关的东西不是扔了就是烧了，只要他们这边咬死了，那他不就得背着小三的骂名？沈玉怀松开掐着苏黎下巴的手，看向他时，眼中终于有了点满意。那你可得多使点劲，把阮司令从司令的位子上彻底拉下来。说完，他没再停留，转身离开了苏黎的别墅。车子启动的声音渐行渐远，苏黎眼中的怨毒越来越深。他这么做可不是一时冲动，自从这次从北城回来，他搞砸演习，还得罪了司令独女，苏家就果断抛弃了他。他本想靠和沈玉怀的婚姻在苏家站稳脚跟，可刚一提，苏父苏母就直接给了他一耳光。你还敢提和沈玉怀的婚事？今天他一回来就来跟我们退婚了，连个男人都留不住，你自己说说，你还有什么用？直到这时，苏黎才发现自己被所有人抛弃了。可凭什么呢？阮念一，就因为你，我被苏家抛弃，被沈玉怀厌恶，你凭什么还能高高在上的俯视我？他把所有怨气都撒在了阮念一身上，决定孤注一掷。他们都以为阮念一抹掉了和沈玉怀在一起的所有过往，甚至都想到，就算他拿出恋爱5年的证据，苏黎也能伪造出一份更久的证据。直到我直接公布了2段监控视频，还有当初苏黎挑衅我时发的聊天记录，舆论瞬间反转。之前网友骂我多狠，现在反过来骂沈玉怀和苏黎就有多狠。我直接一纸诉状，把苏黎和沈玉怀的那群兄弟全告上了法庭。再次见到沈玉怀，已经是几个月后了，他瘦得皮包骨头，满脸颓废，看上去至少老了10岁。念一，我知道以前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我以前真没骗过你，我自始至终只爱你一个人，就看在我们以前感情的份上，放过沈家吧。他姿态放得极低，完全没了我们从前交往时他虽尽力压制，却还是会从各处透露出的高傲。我双手一摊，摇摇头，又指指身边的纪延伸，要打压沈家的人可不是我，你怎么不去求求他？我笑了笑，脸上虽有笑意，可眼睛里却没有。更何况沈玉怀，我们以前的感情不是早被你消磨光了吗？在他瞒着我和别人订婚，只打算把我当情人养的时候，在他用法语和他那些兄弟肆意嘲笑贬低我，却从没想过阻止的时候，在苏黎和他那些兄弟造谣我，他却当缩头乌龟的时候，现在他又跑来跟我提以前的感情。那他那些时候怎么就没想起来我们有过感情呢？这话一出，沈玉怀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。这一刻，他只觉得喉咙发苦，连吞咽都费劲。念一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向你道歉，可再这样下去，沈氏真的撑不住了。我还是无所谓的耸耸肩，沈氏撑不住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沈玉怀他们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，你凭什么觉得你轻飘飘一句道歉就能把自己摘出去？可我从来没对你做过那些事。他满脸焦急，想给自己辩解，却看到我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，连那点虚假的笑意都不愿维持了。你是没做过，你不过就是冷眼旁观罢了。沈玉怀，像你这样的旁观者才是最可恶的。我看着眼前的男人，毫不掩饰眼中的厌恶。沈玉怀，就因为你的旁观，你那些兄弟才会那样恶语对我，就因为你的旁观，苏黎才有一次次伤害我的机会。现在你却说你没做过。好啊，你说你没做过，我也说我没打压过沈氏，沈氏的忙我帮不了。说完，我提高音量 Linda 送客。 Linda 应声推开办公室的门，脸上挂着标准的职业笑容。请吧，沈少将。他还想说什么，我已经拉着纪延伸直接绕过他往外面走。那我们去吃什么？西餐还是家常菜？好久没吃，有点想吃家常菜了。那就家常菜吧，我都听你的。纪延伸眉眼带笑，和初见时的沉默寡言完全不同。我回头挑挑眉看他，你怎么什么都听我的？
他突然停下脚步，看着我，眼神无比认真，让我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。我刚想转移话题继续走，他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因为念一，我喜欢你。他的告白有点突然，又好像在我意料之中。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可是我知道你说过现在还不想接受新感情，所以等你想接受的时候，我能是第一个吗？他的眼睛像星星一样亮，我看着他眼中闪烁的光芒，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。我笑了笑，既然你这么诚心问了，那我就勉强答应吧。他也回我一个笑，不在意我话里的勉强，顺从心意把我搂进怀里。几延伸等了好几个寂寞的冬夏，他相信下一个冬夏，寂寞的人不会再是他。这两个故事让人情绪比看《甄嬛传》还波动。第一个故事的女主就是一个傻白甜 X2 加倍奉送的存在，本来被全院当吉祥物一样养着，结果男主霍几年一遇到狐狸精茉莉，立马变成渣男实习生。整个剧情看得我脑门青筋直跳，女主一次次被逼着吃过敏糖，被杨紫骂拖油瓶，最后硬是开大爷不要你了 buff 走人。只能说这出戏就是活生生的舔到最后一无所有教学片。再来第二个故事，开局女主伪装成小透明下凡打怪，爱上军区少将沈玉怀，结果人家转头就写结婚申请，对象还是苏家千金，真正的嘴上说爱你，身体很诚实去领证。女主直接霸气回归总司令千金本尊，行李一拖就走，还留字条新婚快乐，我们结束了。这波操作我直接起立鼓掌。沈玉怀后面哭哭啼啼，真的就是舔狗不得 house。两本看下来心得，一个是被愧疚绑架，一个是被爱情洗脑。女主们最后都开了智慧天眼，甩掉烂桃花，比谁都清醒。总结一句，感情这种东西真的不能只靠感动自己。最后我要直接对两位女主说，妹子，你真的不笨，笨的是那群眼瞎的男人了。阮念一，你这波帅到掉渣，拜托出本如何优雅打脸前男友教材给姐妹们好吗？